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来开箱一下这一支 HU525数位卷尺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来开箱一下这一支 HU525的数位卷尺。开始之前，麻烦各位朋友动一下手指，帮我按一个赞哦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之前我有影片开箱过一把麦测的，也是数位卷尺，然后它也有雷射测距功能，就是这一款。那它这边呢是有雷射的测距功能。在之前的开箱影片中呢，也有测试这一把卷尺给各位看。那个时候是刚收到，然后做了测试，感觉上都蛮 OK 的。但是在这一部影片里面呢，我要建议大家呢，可以不要买这一把呢，就不要买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其实这一把卷尺呢，我用的频率并不是很高。这一把卷尺买到手，大约也是有2年到3年的时间。在前一阵子，大概半年前，我们把它摸出来想要用的时候，发现说它已经不太正常。所以之后呢，我又买了这一把 HU525的数位卷尺。因为这一次呢，有朋友在卖测这个影片里面问我哪里可以买，我跟他说不建议买这一把，因为这一把那个时候是从淘宝买的，要从大陆那边买。那台湾这边可能不太好找，可能找到的话，价格可能也会比大陆那边贵了一截。最重要的是呢，没什么用它，但是它却出了问题。但是那一位网友呢，是希望看一下这一把 HU525的开箱。所以我就补拍了这个影片。其实这一把卷尺入手大概也有3到5个月了。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这2把卷尺在功能上面有什么不同。最主要就是麦测这一把多了雷射测距的功能，然后麦测这一把有多了测量体积或者面积的功能。就像一般的雷射测距仪上面都会有这种功能，就是你可以量测2个或3个长度，然后它能自动帮你算出看是面积或者是体积。我会买数位卷尺呢，基本上不是为了雷射测距的功能，基本上是为了数位卷尺的部分。从以前到现在，其实我试用了有3款的这个数位卷尺。我第一款使用的是 HU525这个牌子的前一代，也就是 HU519。519之后，我就是使用这一把麦测的这一把。但是这一把用的频率很低，那这一把是最近才入手。我发现数位卷尺目前来说，我感觉它的技术不是非常的稳定。我等一下可以示范一下这一把麦测卷尺现在是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。但是这个问题呢，其实也发生过在 HU519上面。再说回来，这2把卷尺的数位卷尺部分。这一把525用起来会比较顺手一点。这一把麦测的卷尺，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，就是比如说你尺拉出来，它只能测量这个钩子到这边的距离，它并没有办法测量这个钩子到这个尾部的距离。也就是你可以测量物体这个外侧的长度，但是你并没有办法直接测量2块板子之间的这个距离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一把卷尺，它到底有什么问题？在我用过的几把数位卷尺里面都有出现过。我现在量一下这个木棍，然后你就要看一下这个数字的显示。169、135、142、168、154、209、135、072、000、000，现在都是0，居然不显示了。它基本上，
每一次出来的数字都不一样，而且差距非常的大。有的时候甚至这个尺缩回去之后呢，它还不能归零。所以这整个数字就是完全是乱跑不准确，所以就变得非常的不可靠。现在用这支525的307、308、306、308、306、308、306、306、306、300、301、307、300、306、307、304、307。我使用了这一把卷尺大概也有3个月左右，有的时候测量数字也都会有正负，但是就会在正负1-2 mm里面。所以如果要购买这种数位卷尺的人，最好要做好心理的准备，数字显示都会有正负1-2 mm的状况。我们现在来说一下它这一支卷尺有哪些功能。它这个就是4个方向的按键，总共就有4个。上面这一颗按键呢，它可以 hold， 然后也可以切换，你要测量到这边或者到后面。hold 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把尺拉出来，然后你按一下这个 hold， 它的数字就会一直保留在这边，就算你的卷尺收回去，它的数字还是不会消失。再按一次 hold， 它就会取消。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左下角这边有一个小箭头。这个箭头往这边指的话，在左手边的话，就表示说它是测量到这个尺的前端。那你长按这个hold的键，它就会把这个小箭头切换到后面去。意思就是说量测这个后面。所以当你尺拉出来的时候，它给的长度，就是前面这个钩子的前端到这个屁股这一段距离。左右两边呢，就是 M1 跟 M2 的一个记忆功能，也就是你测量的时候，你可以按一下 M1， 它就会把它记忆起来。虽然你尺收回来它归零了，但是你只要长按这个 M1， 然后它就会给出刚刚记忆的这个 M1 的数字，所以一共可以记忆2组数字 M1 跟 M2。那最下面这一颗按钮呢，它就是可以切换单位。这些基本上就是这一把卷尺的功能，功能没有很多，但是都是比较实用的功能。最后要提醒一下，它这一把卷尺没有充电的功能，它是使用水银电池。不过我觉得水银电池也是比较方便啦，但是它这一款不太好的地方，就是它使用的水银电池不是一般我们常见的2032。之前我用的 HU519， 它使用的是 CR2032 的电池，那这一款使用的是 CR2450 的电池，比较偏门一点。这里再补充一下，这个525跟519呢，差别主要就是在于这个尺面的宽度。525的呢就是25的，519呢就是19 mm 的。那目前我看到市面上525的都是这一种文公尺。没有全公分或者是公分英寸的。在我用数位卷尺的经验中，我最常发生的就是我刚刚测试给各位看的麦测这一把目前的问题。它就是量测出来每一次的数据都不一样，而且偏差很大。我用过的3把数位卷尺，这一把有这样子的问题，还有之前一把 HU519 也出现过。那这一把 HU525 呢？因为我只拥有了3个月，还没有经过长时间的稳定性测试。但是我觉得这种问题很有可能是普遍目前数位卷尺都会发生的问题。希望看有哪位朋友用过的数位卷尺觉得不错，稳定性不错，而且耐用度也蛮好的，
可以在下方留言推荐给我以及其他的网友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分享我的影片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